在40岁后，增加肌肉和力量并不是要举更重的东西，或是锻炼更久，而是要做正确而有效的运动。我将向你详细展示8个科学知识的举重练习，旨在促进长寿，重建你的力量，同时燃烧顽固的体质。好的，事情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通过自我膨胀来做这个动作，而且往往会伤到肩膀。但有一种更安全的方法来做这个。正确的做这个练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想在胸部看到最大的变化，全程运动可以拉伸胸肌纤维，刺激生长。所以确保你的肘部保持在45度内收，这是胸部激活和关节安全的最佳角度。肘部外展过多可能会让你的肩膀处于脆弱的位置。研究表明，肌肉生长更依赖于张力时间，而非无脑的重物举起。那么，哑铃卧推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其实，你的胸肌衰退得很快，就像 Z 世代的词汇一样快。但没关系，因为像这样的复合动作会激增睾酮和生长激素，而这些在我们变老时会下降。现在有一个改变我一切的练习，它让我在增强全身力量的同时，也提高了我的平衡能力。这个练习稍后会介绍，但现在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腿部练习，它能有效地锻炼肌肉和力量。我们都见过那种上身肌肉发达，但腿部看起来像牙签的家伙。没有什么比强壮的上身配上瘦弱的腿更糟糕的了。但有一个动作可以有效区分爸爸腿和我每周末都去远足的腿，那就是高脚杯深蹲。高脚杯深蹲最常见的错误是让膝盖内扣。如果你想保护那些珍贵的关节，就要让膝盖保持在脚趾上方。那么这个动作为什么有效呢？深蹲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股四头肌，它们还会激活你的臀肌、腿筋和核心，同时教会你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运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变得越来越重要。腿部虚弱等于平衡不稳，这样你就成了一个网络梗。想要一个专业建议吗？赤脚或穿平底鞋深蹲。你的脚上有很多神经末梢，接触地面实际上会改善你的平衡。嘿，如果你觉得这太简单，那就对了。最好的肌肉锻炼是你能持续进行的，而且你也可以让它变得有趣。你听说过暂停深蹲吗？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下沉到底部，保持3秒，然后爆发向上。这将消除你的惯性，迫使你的肌肉更加努力的工作，这将带来更好的效果。研究表明，9杯深蹲实际上比机器腿压更能改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肌肉激活，使其成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功能力量的强大工具。而且靠近身体的重量可以激活你的上背部和核心，把它当作一种隐秘的全身锻炼。你有没有提过购物袋？感觉像是在用脊椎换袋子。是的，好吧，听着。不，这个下一个练习就是你答案保持不变的原因，归咎于多年的驼背、滑动和假装你的姿势没有像组装不良的宜家架子那样崩溃。解决办法是一个有效的练习，叫做弯腰划船。这个练习会让你的上背部肌肉欢呼。拿起一些哑铃、屈膝，拉起那些重量到你的肋骨。现在，尽管有冲动，但不要像启动链锯那样用力拉扯手臂。首先挤压你的肩胛骨，就像在它们之间砸一个核桃一样，然后弯曲你的手肘。这不仅仅是划船，这是一场反抗驼背的革命。如果你的下背部生气并威胁要离开你，试试胸部支撑划船。这就像给你的脊椎一个头等舱的票，而你的上背部则是经济舱。在提升过程中，将手掌向内旋转，以锻炼你的后肩。这些肌肉负责让你不看起来像个问号。哦，这太简单了。在顶部加一个2秒的停顿，你会发现一些你甚至忘记存在的肌肉，还有那个你正在慢慢建立的握力，真是无价的副产品，对吧？握力确实是掌握后面一个锻炼的秘密武器，能够让你感觉仿佛解锁了长寿的作弊码。
不过，研究表明，俯身划船比引体向上更有效地激活上背部的关键肌肉，如菱形肌和后肩肌，使其对姿势和力量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它迫使你的菱形肌和斜方肌从冬眠中醒来。现在你的背部已经解放了，我们来谈谈那些承受你成年重担的肩膀。但在此之前，如果你想找到一种不需要太多空间就能结合有氧和力量训练的方法，你一定要看看 Crossrope。他们将跳绳锻炼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使用加重绳帮助你燃烧更多卡路里，增加肌肉，并在一个简单的动作中提升耐力。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无绳跳绳，让你在室内也能获得相同的锻炼，而不必担心碰到天花板或发出拍打声。此外，你可以将跳绳与 Crossrope 应用程序连接，该应用程序有超过25个锻炼，让你跟踪数据，与朋友竞争，并跟随指导跳跃课程，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感到无聊。这真的是保持健康最有趣和有效的方法之一。快去通过下面的链接查看它们，你将获得15%的折扣。好吧，如果拿咖啡杯曾让你感到几乎不可能，请举手。过了40岁，你的肩膀就像身体的故障指示灯，通常被人们忽视，直到引擎盖开始冒烟。哑铃肩推是从临时修补升级到全面检修的方法。坐直，举起重物，假装你头上平衡着一个昂贵的花瓶。有些人喜欢拱起背部，就像要在杠铃下钻过去一样。不要，相反，收紧核心，直线推举。你的肩袖会感谢你，减少噼啪声和裂响。现在，这不仅仅是为了雕刻出强壮的肩膀，举重能有效提高锁骨的骨密度，这非常重要，除非你真的喜欢频繁去急诊室。如果你太不稳，可以先尝试半跪姿，这就像是为你整个身体进行稳定性训练，可以把它看作是关节的一个软件更新。好的，慢慢放下重量，这里的时间压力不是建议。这是规则，如果你想尝试重的，等你准备好了再说。控制轻重量可以锻炼肌肉，盲目举重只会带来遗憾。我们都不再年轻，运动能力也不再如昔。但好消息是，你不需要时光机就能找回的，只需一对哑铃和谦逊的心态。罗马尼亚硬拉是你锻炼后练的绝佳选择。这关乎重新调整你身体的铰链机制，把你的后链视为身体的无名英雄。臀部、腿筋和下背肌肉为你提供从温柔的抱孙子到在桌前挺直优雅站立的力量。忽视它们，你会像一只半只绳子断掉的木偶一样移动。训练它们，你会发现一些你从未意识到的力量。通过尝试单腿罗马尼亚硬拉来增加趣味。单腿罗马尼亚硬拉能提高平衡能力，训练身体稳定性。你在这里建立的核心稳定性是一个爆发性最终练习的基础，让平板支撑看起来像小技。好吧，你已经锻炼出可以搬运柴火的背部和对高价行李嗤之以鼻的肩膀。现在是时候锻炼手臂了。我们从你能打开这个吗变成退后，我来处理。松弛的手臂不仅是个麻烦，它们还是肌肉流失的广告牌。但这里有个诚实的真相，你不需要杠铃或重物的吼叫来恢复它们。哑铃弯举如果做得正确，就是一堂张力的硕士课。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公众的看法是错误的。二头肌不仅仅是用来在镜子前展示，它们是提起沉重杂货，抱起可爱小孩和优雅的在路边摔倒时保持体面的无名英雄。研究发现，控制的弯举不仅能锻炼二头肌，还能增强肘部稳定性，而这在40岁后会下降，使得打开罐子等简单任务变得困难。肘部虚弱意味着其他地方的推、拉和按都会不稳。但如果你掌握这个动作，你将解锁连锁反应，减少受伤，增加自信。手臂在生活需要重物时不会放弃。在每次弯举的顶部，将手掌向外旋转，这就像打开一个开关，激活一些被遗忘的肌肉纤维，
它们让你的手臂看起来和表现得像仍然在运动中。如果你的握力先失效，不用担心，这只是你身体在说感谢你终于开始关注了。有没有感觉到，当你伸手去拿高处的东西时，肩膀在反抗，就好像你的身体突然忘记了怎么用肩膀？这可能是因为肩胛肌肉虚弱，背部自从办公椅发明以来就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简单的动作被误解和低估，能把你的上半身从懒散的负担轻松变成强健的优雅姿态呢？认识一下直臂下压。不，这不是你想的那样。将一根直杆或绳索连接到胸部高度的拉力器上，用掌心向下握住，向后退一步，稍微向前倾。现在保持手臂锁定直线。现在通过收缩背阔肌和收回肩胛骨，将杆向大腿方向推下。再想象一下，你在试图用肩胛骨夹破一个核桃，魔力在于你的肱三头肌只是顺便帮忙，而你的背部才是主要工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虚弱的背阔肌和懒惰的肩胛肌会让你变成一个驼背的手机僵尸。这个动作通过增强你的姿态来解决这个问题，迫使你的肩胛骨收回和下沉，逆转多年的驼背。这也是提升拉力的通行证。这对提起杂货、工具箱以及那40磅重的行李箱至关重要。你发誓要停止超重打包。哦，别忘了预防受伤。一项研究发现，肩胛稳定性练习显著减少了肩袖的压力，这在你搬运重物、覆盖物或假装自己仍然20多岁时尤其重要。大多数人弯曲手肘，这样就变成了三头肌的动作，或者他们开始摇摆上半身，这样就在欺骗背部。相反，动作要缓慢，向下2秒，底部挤压1秒。我更注重心智与肌肉的连接，而不是单纯减轻重量，这样我能更好地感受到肌肉在工作，我能感受到那些泡沫滚筒无法触及的地方。好了，现在你有了那种不屈的背部，接下来让我们锁定一个不会像扑克之夜的那个朋友一样总是折叠的核心。你的核心不仅仅是6块腹肌，实际上它是防止你在硬拉或提起重物时像积木塔一样摇晃的稳定基础。进入空心体保持，仰卧，抬起腿和肩膀，压下你的下背部到地面。不要屏住呼吸，而是像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一样呼吸。为什么？空心保持迫使你的整个核心，包括腹直肌、斜肌和深层稳定肌肉一起发力。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做这些保持，持续3分钟。如果你想训练以延长寿命，我推荐你接下来观看这个视频，并确保与朋友分享，认为这也会对他们有帮助。